为了5万块，豁出去了。好啊，那我就证明给你看。这女人不会是想……今天的任务到这个地址去，破坏这场婚礼。破坏婚礼？这也太缺德了，口都不……我干，口不干我干，干的就是破坏婚礼。张哥，你就放心吧，破坏婚礼我是专业的。本来以为弄死宋听雪就万事大吉了，没想到那个小贱人名下的股份要靠他的基因信息才能解锁。3年来，董事会一直都不肯承认我的身份。好在你马上就要嫁给裴时雨了，有了裴家承认，就算没有宋听雪的基因信息，董事会也不得不承认你的身份。没错，婚礼马上就要开始了，就让爸爸送你出嫁吧。时雨啊，我现在就把女儿交给你了。现在，让我们问问美丽的新娘，愿不愿意嫁给新郎裴时雨先生？我愿意。恭喜呀，恭喜呀！好，那么请问新郎，你愿不愿意娶宋听雪小姐为妻？他不愿意。他不愿意。就是谁呀？这又是谁啊？出来，莫名其妙，终于来了，是他。你谁呀？你凭什么说我儿子不愿意？因为你儿子说过，他只爱我一个人，除了我，他谁都不会娶。这个女人，难道是裴少在外面惹的风流债？不是说裴少一向不近女色吗？是裴夫人以死相逼，裴少才勉强答应娶宋家千金的。看来他不是不近女色，而是早有相好啊！闭嘴！哪来的疯女人，竟敢攀扯时雨哥哥！来人，把他扔出去！时雨，你快说句话呀！难道曾经我们的山盟海誓你都忘了吗？这女人演技倒是不错，不愧是专业的。等等，没我的允许，谁都不准碰她。是。时雨哥哥，你什么意思啊？就是你看到的这样，我心有所属，不能娶我。今日婚礼就此取消，我会补偿你的。我不同意！我们的婚约是从小就定下的，不管你今天愿不愿意，你都必须娶我。是啊，时雨，你和听雪的婚事本就是我们2家强强联合，这和感情没有关系。这个可不是你说取消就能够取消的。时雨，你不是一向对女人不感兴趣吗？怎么会忽然有一个相好的？还是说这个女人就是你找过来的托？竟然被裴夫人猜到了，这活还真不好干。傅什么？你就这点本事吗？裴夫人，我和时雨情比金坚，怎么可能会是托呢？是吗？那好啊，你倒是证明给我看看呀！就是真的，情快看，亲了。哎呦！这可是总裁的初吻！混账，简直是混账！够了！裴夫人，这下可以证明我不是托了吧？现在你还想嫁给我吗？没错，无论如何，我都要当你的妻子。宋小姐，这你都能忍？时雨，听雪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，你还不满意吗？总之，今天你要是敢取消这个婚礼，那你就准备给我举行葬礼吧。现在该怎么办？裴夫人，其实我已经怀了时雨的孩子，您不会连您的亲孙子都不要了吧？你说什么？不可能！他连这种谎都撒，也不怕受不了惩？时雨，她真的怀孕了吗？裴夫人，其实我怀孕的事，时雨她还不知道。医生说
这个孩子已经有1个月了，您是打算让我打掉他，还是打算让您的亲孙子沦落为私生子？这下可难办了。要不是急着抱孙子，裴夫人怎么会急吼吼的逼着裴少结婚？那现在她怀孕了，裴夫人怎么舍得让她打掉？可是也不能让这孩子当私生子啊！裴少的继承人之位还没有那么稳固，可不能留下污点啊！阿姨，你千万不要听这个贱人胡说八道，她怎么可能怀孕啊？这是我的孕检单，不信您看。关你什么事啊？给我！没事吧？这好痛！我的孩子，你好狠的心，你竟然害死了我的孩子！怎么回事？我的孙子没了！不是我，跟我没关系。李星星，你没事吧？原来他是在演戏。别怕，我这就送你去医院。婚礼取消。诗雨，这是什么事儿？哎，真是这样子，饭还吃不进去。裴总，放我下来。哦，你这流了那么多血，真的没事吗？没事儿，这都是我准备好的鸡血。鸡血？亏你讲得出来。那是，我可是专业的。怎么样？这次任务完成的不错吧？你把我的婚礼现场搅得天翻地覆，还好意思说不错？反正目的达到了就行。我为了帮你完成任务，我初吻都献出去了，所以我都要点报酬，不过分。哎，我们总裁也是初吻，怎么说你也不亏啊。可我还为了你得罪了宋家，那宋小姐明晃晃的在威胁我，我要10万，不过分吧？要不9万？实在不行8万，真的不能再少了。您好歹也是首富继承人，总不至于这么抠搜吧？我要是知道新娘子是宋家人，我就不……我给你1000万。1000万！总裁，你真是个大好人。有了这1000万，我不仅能帮我爸治病，我还能……条件是跟我结婚。什么？宋才，你是开玩笑吧？我是认真的。我卖艺不卖身啊！你想多了。经过刚才的事，所有人都认定我们关系匪浅。如果你一走了之，那么傻子都知道我们是在演戏。为绝后患，我们只能将戏继续唱下去。那照你这么说，我还不能拒绝啦。你放心，我们的婚姻为期1年，1年后我们离婚。如果你表现得好，我会考虑再给你多一些钱。只要1年，就能拿到至少1000万，这笔买卖好像不亏。好，我答应你，不过得先给钱。到账1000万。总裁，你人真是太好了。那我先回家跟我爸妈说一声。站住！既然你已经收了钱，就得听我安排。可是……没有可是，张旭会把你的父母安排好。对了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沈诺。身份证带了吗？很好，我们去领证。这么快啊！本来破坏婚礼就已经够缺德了，现在又跟你领了证，虽然是假结婚，但总觉得怪怪的，感觉自己变成了坏人。你这是在做好事，你拯救了一个被包办婚姻的受害者。
喂，妈，孩子，哎，他流那么多血，孩子肯定是没了。什么？孩子没了？造孽呀！归根结底，都是你这个臭小子的错。听雪还在等着你给他一个交代呢，你赶紧给我滚回来！知道了，我马上回来。果然，我妈和宋家人都没打算放弃，幸好我们领证了。啊，不行，暂时还不能告诉裴夫人我们领证了。等我劝退宋听雪，并让裴夫人心甘情愿接受我，你再宣布也不迟。你确定你能办到吗？当然啊，不过为了取信于他，我们得需要一些亲密接触。裴总，你不要因此爱上我啊！这话应该我来说吧，你可千万不要。我不会，毕竟我可是专业的。走吧。哼。诗雨说那个女人的孩子没了。阿姨，真的不是我推她的，那个时候我知道不是你的错，今天让你受了大委屈，我怎么会怪你呢？只是可惜了罢了，毕竟那孩子的存在到底不光彩，没了就没了吧。亲家，你想抱孙子还不简单，我们家听雪也可以生啊。虽然诗雨哥哥对不起我，但我依然爱他。只要您不嫌弃，我依然愿意当你的儿媳妇。好，我高兴还来不及呢，我一定让我们家石雨啊好好的对你啊。夫人，少爷回来了。石雨，你怎么把这个女人带回来了？阿姨，我实在离不开石雨，您就成全我们吧。没错，妈，如果你一定要逼我结婚，那我的结婚对象一定是诺诺。你混账！他孩子都没了，你娶她还有什么意义啊？我特意找人调查过，她不过是贫民窟出来的一个野丫头，她有哪一点能够跟听雪比啊？阿姨，你话不能这么说。虽然我孩子没了，但石雨他只愿跟我亲近。只要你想要孙子，只能接受我，对吧，石雨？对，妈，我这辈子只会碰诺诺一个人。如果你非要逼我娶宋听雪，那你就等着绝后果。石雨哥哥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阿姨说过，你从小时候就很喜欢我，否则也不会给我们定下婚约。对啊，你小的时候，我带你去南城宋家做客，是你说了，长大之后就要娶听雪的。这桩婚约明明就是你自己求来的，你怎么能够反悔呢？原来不是包办婚姻，是裴少爷变心了呀。是，我小时候是说过我要娶宋听雪。哥哥陪我玩会儿嘛。别跟着我，我才不要跟你玩呢。有蛇！王阿姨，你别害怕，那蛇没有毒。好好，谢谢听雪小姐。你是客人，我才答应妈妈陪你玩的。既然你不乐意，那我就去练琴啦。诗雨，诗雨，你在发什么呆啊？妈妈，我长大以后要娶听雪妹妹。听雪妹妹，等等我呀，我愿意跟你一起玩。可是这些年，宋家一直都在南城，我和他10多年都没见过，直到3年前，宋家才搬回海城，我才和他重逢。听雪妹妹终于来海城了，也不知道长大后的她是什么样子。宋小姐，您的水。我这身衣服是为了见诗雨哥哥特意定制的，你竟敢洒我一身水！对不起，宋小姐，我这就给您擦。跪下擦。
我也没有想到他现在会变成这样，庸俗可憎。我庸俗，可惜你念念不忘的宋听雪早就被大火烧成了灰。诗雨啊，无论听雪变成什么样子，他对你可是一心一意啊，你怎么可以辜负他呢？对呀，听雪她当年在南城的时候，那可是声名远扬的才女。当年她一曲经络，不知道折服了多少人呢。经络，好熟悉的名字。是吗？可是我这3年从来没看她展示过任何才华。嗨，那还不简单呀！我现在啊，就让听雪给你弹奏一曲，保管你听了之后啊，就后悔今天取消婚礼了。听雪，你就给这臭小子呀演奏上一曲，让他去长长眼。经络是宋听雪那个贱人独创的曲子，我哪会啊？那个亲家是这样的，这个3年前呢，听雪的右手受了重伤，从此之后啊，他就没碰过古筝了。是阿姨，我也很想给您和诗雨露一手，可惜我的手它不争气。可是经络的弹奏是以左手为主，右手如果不是完全不能动，是不影响弹奏的。闭嘴！你个乡巴佬懂什么？宋小姐，我看您的手好好的，这就算是受伤，多半也是轻伤，或许会影响一点点弹奏，但总不至于完全弹不了吧？是啊，听雪，没关系的，就算弹得不好，我们也不会怪你的啊。我让你弹首曲子，你推三阻四的，莫非你的才女之名是假的？妈，我看你心心念念的儿媳妇就是一个水货。我们家听雪可不是水货啊，她实在是这些年忙于公司的打理，所以疏于练习啊。3年而已，疏于练习，总不至于完全弹不了吧？经络的曲谱非常有规律性，不可能完全忘光。你说的头头是道，怎么？难道你会？说不定我真会呢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一听到经络这2个字，脑海中就自动冒出一段旋律。真的？既然如此，那我们打个赌如何？如果你能完整的弹出经络，我就退出，成全你和石宇；但如果你弹不出，你就立马给我滚出海城，再也不许出现在石宇面前。你敢吗？不行，我不同意。阿姨，您说呢？我不是输不起，我只是不想输给一个处处不如我的女人。这样僵持下去也不是办法，要不就听听雪的，比上一场。妈，你认真的？没错，我可以答应你，只要他能够弹出经络，那我就不反对你们俩在一起。真的？这个赌我应下了。有相信我。好，那就一步庭院吧。听雪啊，万一他真的会弹，该如何是好啊？爸，你忘了吗？我当年只是在一场宴会上弹过经络，根本没有音频和视频的流出，他恐怕听都没听过，怎么可能会弹？对，你说的对。请吧。果然，除非真正的宋听雪死而无尸，否则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弹经络。你怎么还不开始啊？难道你要认输？妈，你着什么急啊？沈洛，你可千万不要让我失望。真奇怪，他竟然会让我想起年幼的宋听雪。这曲子怎么这么熟悉啊？
这是经络，是我当年听到的经络呀！不可能，只有宋天，只有我才能弹出经络。你到底是谁？难道我之前在一个古筝爱好者论坛发现了经络这个琴谱，所以试着练了练。既然你们反应这么激烈，那就说明这份琴谱是真的。这么说，这次赌约是我赢了。应该是我想多了，这个贱人只是运气好，无意中发现了经络的琴谱。毕竟当年那场大火，宋听雪绝无可能逃脱。对，诺诺说的对，希望你们宋家人遵守诺言，我们两家的婚约就此取消。妈，你也不许再管我和诺诺的事情了。谁说这场赌约他赢了？我说过，他必须完整的弹出经络，这首曲目才行。他刚刚只弹了一小段。没关系，我可以继续弹。蠢货，你弹的究竟对不对？还不是我说了算。刚刚是我太过惊讶，才会说漏嘴。错了，你弹的后半段全部都错了。这场赌约我赢了。妈，你听过经络，你说呢？这个还是听雪最有发言权。别急，我还没弹完呢。一经络，万物生。经络是一首向死而生的曲子，此曲一毕，便风生水起，这才是经络的完整版。没想到这个女人真有两把刷子。风生水起，没错，正因为如此，当年听雪在宴会上弹奏经络的时候，她会让人念念不忘啊。他既然能重现风生水起，他到底是谁？跟宋天轩又有什么关系？宋小姐，听说经络是您的创作，那风生水起的效果你应该不陌生吧？我弹的对吗？宋听雪，你不会要睁眼说瞎话吧？好吧，我承认，他弹的就是经络。既然我赢了，那我希望你遵守承诺，以后不要再来骚扰石宇。二位，请回吧。听雪，裴总，怎么样？这1000万没白花吧？还行吧，不过你既然能弹一手好琴艺，又何必来做这种工作？我也是刚知道我有这么一手好琴艺的。他这是什么意思？难道他对我？石宇，我们终于可以一直在一起了，不会再有人让我们分开了，对吧？原来又是人心。对，我以后绝对不会放开你的手。行了，我又不是说话不算话的人。我既然答应你们，让你们在一起，我就不会食言的。其实我和诺诺已经领证了。诺诺的孩子没了，
我更应该对她负责。妈，你一定可以理解的，对吧？是啊。沈诺是吧？啊，阿姨，你叫我诺诺就好。那既然如此，那你从今天开始就搬过来住吧。刘叔，让佣人给少奶奶准备一下她的生活用品，然后送到少爷的房里去。是。不是，妈，诺诺刚没了孩子，就应该单独给她安排一间房吧？就是因为这样，因为她孩子没了，所以呀，你们更要住在一起，你好方便照顾照顾她嘛。阿姨说的对，我一刻钟都不想跟石宇分开呢。那就最好了。爸，这下该怎么办？那个剑士竟然真的能探出经络，还能重现风生水起，难道他真的是宋听雪？不，这绝不可能。当年那场大火，就算是神仙在世，也在劫难逃。何况我刚刚上网查了一下，网上的确有经络的琴谱，这应该就是听雪当年传上去的。所以这个丫头会弹，也就不足为奇了。可是，万一呢？哎呀，没什么好万一的。现在人人都知道你才是宋听雪，就算那个死丫头还活着，她也奈何不了我们。我既然能够弄死她一次，就能够弄死她第二次。爸，你说的对。可恨的是，裴诗雨现在依旧还是不肯休。没有了裴家撑腰，宋听雪名下的股份我就拿不到了。放心吧，裴夫人是绝对不会接受这种女人作为自己的儿媳妇，不然的话，她刚才也不会追了出来。就等着瞧吧，用不了多久，她就会过来求你了。太太，房间已经收拾好了，少爷和少奶奶呢也已经回房间休息了。那就好。太太，这少奶奶的身份，您真的不介意吗？怎么可能呢？只不过呀，你们这个少奶奶，她就是个假的。什么？假的？今天在婚礼上，我也只是一时被他们给唬住了。刚才回来之后，我越看这个沈诺，就越不对劲儿。他多半呢是石宇请回来的托，什么流产呢、结婚呢，都是在演戏啊哈！那既然这样，你就更不应该让他俩住在一起了呀。你是不了解石宇他的个性，这小子呀，他从小就清高，但是让他跟一个自己不喜欢的女人住在一起，迟早呀会露出破绽的。那到时候，到时候少爷就作为理亏的一方，自然也接受您的安排呀。没错。其实啊，我也不想逼他。二房的裴佑辰对继承人的位置一直虎视眈眈。如果石宇娶了听雪，那他继承人的位置可就稳固了。是，你说的对。喂，妈，我这段时间就先不回去了，我在外面有点事。哎，我知道，你那个叫张旭的同事啊，已经跟我说了，你最近呢接了个大单，很忙。啊，对了，还给你爸呀联系了一个有名的医生呢，你爸呀过几天就能做手术了。真的吗？太好了，那我到时候去看你们。哎，别！哎呀，这来回奔波多辛苦啊！有你妈照顾我，你就别担心了啊。是啊，诺诺，你自个儿啊照顾好你自个儿就行了啊。我知道了，放心吧，爸妈。石宇，快来。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这女人不会是想跟我做真夫妻吧？难怪她那么高兴跟我住一间房。我要是拒绝她，她会不会伤心啊？
你这就不懂了吧？想让别人相信我们感情甚笃，我们就得时刻在状态，这样才不会露馅。从现在开始，私底下我也会直呼你的名字。原来他还是在演戏。没必要，过几天我就找个理由，我们分房睡。那可不行，我们现在正是如胶似漆的时候，你找任何理由，阿姨都会怀疑的。你跟我同床共枕，你不介意吗？还是说你之前完成任务都这样？当然不是，其他人哪有裴总您大方呀？而且我刚听说你让助理帮我爸安排了手术，既然你如此上心，我一定会好好完成任务的，老公。我先去开门。老公，你别走嘛，我现在一分一秒都不想跟你分开。你这是干什么？好，那你亲我一下，我就放开你。我来给诺诺送牛奶，他刚小产完，给他送牛奶，让他补补。阿姨，阿姨，您来了。啊，谢谢阿姨。哎呀，不客气，不客气啊。妈，你早点睡。臭小子，我看你忍到什么时候。其实你没有必要做到这个地步。你不会真以为阿姨来是真心想给我送牛奶吧？她只是来试探我们，所以不能大意。你就不怕我对你做什么兽性大发的事吗？怎么可能？你可是裴时雨。怎么，你是在质疑我的能力吗？不，当然不是，只是你一向不近女色，裴道理在我这儿破例。我累了，我先睡了。该死，他想干什么？妈，别丢下我，爸爸不喜欢我，你走了，我怎么办？他的爸妈不是好好的吗？为什么他在睡梦中会说这些话？我竟然对这个女人产生了冲动，这下让我怎么睡？把房间门打开。太太，这不合适吧？现在才早上7点，他们多半还没醒。白天他们可以尽情的演戏，我就不信了，他们在睡梦中还能演。哎呦，这太太，这太难为我了，这自己来。太太，哎，把门关上吧。太太，少爷跟少夫人看上去也不像是演的。我不信，这两人多半是知道我在怀疑他，所以连睡觉都不敢放松。继续帮我监视他们。是。你终于醒了。昨晚你像个八爪鱼一样，一直抱着我不放，害得我一整晚都没睡好。怎么，这也是为了完成任务吗？不是，我也没想到我睡觉这么不老实，对不起啊。是吗？我看你就是对我有非分之想，所以晚上睡不着，忍不住对我动手动脚。冤枉啊，裴总，我对你保证没有那种想法。你放心，只要你不需要我的时候，我保证离你远远的，绝不纠缠你。是吗？当然，
我绝不可能对我的客户有什么非分之想，我可是专业的。这样最好。你放心，我对你也没有任何那种想法。你千万不要自作多情。没有就没有，他凶什么？石宇，你等一下我嘛。这里又没有其他人，你不是说对我没有非分之想吗？为什么笑得那么灿烂？我们不是说好了，就算在没人的地方，我们也要尽量保持亲密嘛。没那个必要。有，当然有。你快亲我一下。啊！你不肯亲我是吧？好，那我亲你一下。啊，老公，我就知道你最好啦。阿姨，对不起，我们实在是情难自已。您是过来人，您懂的吧？行了，过来吃早餐吧。妈，我早上还有个会。诺诺，你陪妈去吃早餐吧。老公，那你记得早点回来，我一刻都不想跟你分开。知道了。这小子脸红什么？他不会真喜欢这丫头吧？阿姨，对不起。行了，来吃饭吧。老公，我就知道你最好了。老公，那你记得早点回来，我一刻都不想跟你分开。他到底是真情流露，还是在做戏啊？不像是在演戏，肯定是真情流露。总裁，干什么？这份文件你已经看了半个小时了。我知道，我在想事情，用得着你提醒？您不是在想沈小姐吗？哦，不对，现在应该是邵夫人。怎么了？我不能想。你说，要是他真的爱上我，想要跟我永远在一起，我该不该答应啊？不会的，我问过中间人了，他可是专业的，绝对不会爱上客户，请您放心。放心放心，你话真多，这给我滚出去！总裁怎么突然生气了？邵夫人不会爱上他，他不应该松口气吗？哦，对了，总裁，有件事忘跟您说了，1个小时之前，二夫人和陈少爷从南城回来了。这两人不是在南城陪老爷子吗？这才几个月啊，就按捺不住了。恐怕是因为您和宋小姐婚礼取消了吧？他俩一到海城就直奔老宅去了。唉，这下夫人的日子怕是不好过了。你放心，有沈诺在，我妈吃不了亏。一提起邵夫人就笑得这么温柔，总裁不会是对邵夫人动心了吧？听雪还在等我消息，可是石宇和沈诺那丫头越来越像真的了。哎呀，这我该怎么办呀？太太，二太太和陈少爷来了。他们怎么来了？我们来看你了。Hello 啊，大伯母。佑辰啊，你们怎么有空来了呢？看来他们就是裴时雨的二婶和堂弟裴佑辰了。大嫂啊，我听说石宇和宋家千金的婚礼上有个乡下女人来闹事儿，你说这好好的婚礼怎么就被毁了呢？我知道你肯定难受的不行，所以啊，我和佑辰过来看看你，特意来看我笑话。我有什么好难受的？我们家石宇什么样的千金娶不到啊？是吗？哎，可是我怎么听说石宇哥好像要死要活，非要娶那个女人，还有那个乡下大嫂还带回家来了。大伯母，嫂子在家吗？嫂子，嫂子，哎，你们是在找我吗？就是你呀！哎呀，大嫂，你也真是的，怎么不把侄媳妇儿介绍给我们认识啊？你哪来的侄媳妇？大嫂，
你该不会是嫌弃侄媳妇儿出身低微吧？可是石宇他喜欢，你就认了吧。哎呀，还好呀，我们家佑辰啊，没有这么任性。和他来往的呀，可都是豪门千金。必须的嘛。陈少爷不学无术，确实得结门好亲。可惜我听说他把豪门千金都追遍了，却没有人搭理他。你个贱人！再说我不学无术是人，我……佑辰，你敢在这里动手？谁说我儿子没有人理啊？这江家千金呀，为了能嫁给我们家佑辰呀，特意送了我一只5000万的翡翠手镯。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个就是缅甸老坑出品的高冰玻璃翡翠。哇，高冰玻璃种可是翡翠中的极品，它质地纯净、透亮，透明度高。但你这个纯净度低，透明度低，质地粗糙，给我50块我都不要。来，我瞧瞧。哎呦，还真是呢。弟妹啊，你是没带过好东西吗？连这种垃圾货你都分不清啊！我看你们就是嫉妒。江家千金送我，怎么可能是垃圾？是盛世国际的江家吗？是盛世国际资金链断裂，江家马上就要破产了啊！江家千金巴结着陈少爷，估计是想忽悠个傻子替他家还债。你胡说！喏，刚刚出来的新闻头条，盛世集团无法偿还债务，银行已经做上门资产清算了。不可能啊！哎呦，弟妹啊，你是打算做慈善吗？这也是一件好事儿啊！这以后啊，佑辰和江家千金结婚了，我一定给你们送上一份大礼。说破了天去，娶了乡下女人做儿媳妇的人是你，又不是我。真正啊丢人的人是你。二夫人，您一口一个乡下人，可是你不也是乡下出身吗？你胡说八道！我算出来的，而且我还算到你3分钟之内必有血光之灾。装神弄鬼，你以为你能唬得住我吧？大嫂啊，摊上这么个媳妇儿啊，唉，自求多福吧啊！佑辰，我们走。妈，怎么了妈？怎么了？我都说了你有血光之灾了，你怎么不信呢？你这个贱人，是不是动了手脚？可是他干的。冤枉啊！我好端端的站在这里，什么都没干，我怎么可能动手脚呢？弟妹啊，明明是你自己摔倒的，你怎么去怪我的儿媳妇？佑辰，还不赶紧把你妈带到医院去！妈，我们去医院啊！哎呦！还想来看我的笑话，活该！阿姨，喝杯水消消气。你这丫头啊，你倒是说说，你真的会算呀？当然不是啊，我刚才路过门口的时候，看到那块地面在反光，估计是佣人打扫的时候不小心留了水渍，只要他们经过那里，极有可能会摔跤。我只是恰巧赌对了。你这丫头的性子呀，还蛮对我的胃口。要是石宇的地位稳固，我也不介意你来当我的儿媳妇儿。阿姨，据我所知，2年前裴老爷子隐退后，石宇就是裴氏集团的实际掌权人，他的地位还不够稳固吗？那你是不知道，老爷子的名下有不少股份，裴佑辰惯会讨好老爷子，我是担心啊，老爷子会把他名下的股份全都留给裴佑辰，到时候啊，石宇就算站着执行总裁的位置，那也没什么意义了。不过老爷子他很喜欢听学，几年前他在南城休养的时候，
就和听雪结成了忘年交。听雪经常去陪老爷子下棋、喝茶，在老爷子的心里，听雪比他的2个孙子还亲呢。你怎么了？我没事。上次提到琴，我也是头痛发作，这次是棋，难道我从前是个琴棋书画样样精通的才女？总之呀，以老爷子对听雪的喜爱，如果石宇能娶了听雪，那他的继承之位可就稳了。只可惜呀，都被你给搅黄了。阿姨，搅黄这门婚约的不是我，是石宇自己。如果他愿意，谁都奈何不了他。是啊，那他为什么就是不愿意呢？阿姨，你有没有想过，您越是如此，石宇就越是抗拒，因为这是您不相信他的表现。可是裴氏集团在他手里市值翻了2倍，怎么坐稳这个位置，我相信他心里肯定有数。是我魔怔了。刘叔，把我的亡国之心拿过来吧。好的。亡国之心？夫人，这亡国之心呢，本来是我给我未来儿媳妇准备的，价值1个亿。我现在啊，把它送给你了。1个亿？罢了，我到时候还给裴时雨就好。你呀，把它收下吧。谢谢阿姨，我一定会好好保管的。既然送给你了，那你就带着。好歹啊，你也是我们裴家的儿媳，走出去呀，也不能太寒酸了。我明白。喂，宋小姐，我们太太把亡国之心送给少奶奶了。该死！该死！哎呀，宁宁啊，你这是怎么了？爸，裴夫人把亡国之心送给了沈诺那个贱人。这不可能啊！这裴夫人明明说过要把亡国之心留给你的，说明她已经屈服了。爸，这下该怎么办呢？既然如此，那咱们就跟裴家2房结亲，然后扶持裴佑辰上位。爸，我还是想嫁给裴时雨。哎呀，我的傻丫头，你想想，感情哪有利益重要？您说的对，可是那个裴佑辰就是个草包，他怎么可能斗得过裴时雨？这个你就不知道了。当年这个宋听雪颇得裴老爷子青睐，所以我敢断定，你嫁给谁，裴老爷子就会把股份给谁。这也正是裴夫人为什么让裴时雨娶你的真正原因。您的意思是，让我和裴老爷子攀交情？可万一他发现我不是真正的宋听雪怎么办？这个你就放心吧。宋听雪和裴老爷子的交往我一清二楚，更何况这个老东西现在是老眼昏花，他是断然不会发现其中的端倪。那就好。我记得10天之后就是裴老爷子的寿宴了。对对对，到时候呢，你就当场和他相认，然后求他为你和裴佑辰证婚。说不定这个老东西一高兴，他就会把股份转给裴佑辰。就这么办，我一定会让裴老爷子把股份转给我和裴佑辰，让裴时雨后悔莫及。当当当当，你看这是什么？这哪来的项链？我今天帮阿姨怼了你2婶和堂弟，阿姨一开心就把这个送给我啦。这个女人果然没让我失望。这么说，妈已经接受你这个儿媳妇了？阿姨说这条项链叫亡国之心，价值1个亿呢。这是亡国之心？你就这么戴上了？对啊。你放心，我就是试戴一下，刚准备还给你的。哼，你这个女人还真是口是心非啊！这亡国之心认主，你戴了之后，别人再戴就会霉运缠身。你还敢说对我没有非分之想？你是不是想用这种方式来告诉我，你已经决定好要跟我在一起一辈子？什么？我不知道，我就是想试戴一下，然后还给你。没关系，既然我妈已经接受你了，那我就勉为其难也接受你吧。
不过说实话，你戴这个项链确实挺好看的。不，你真的误会了，我真的不知道王国之心还有这个特点，阿姨也没告诉我。如果我要知道，我就不会戴了。我真的没想赖在裴家。你真的不知道？真的，我发誓，我要是撒谎了，我就头顶生疮，脚底流淌。够了，既然是妈送给你的，那你就留着吧，不用花了。这可是1个亿。这不算什么，你是第一个戴它的人，证明他跟你有缘。他脸红了，原来这才是他真情流露的样子。之前是我误会了，但是没关系，我迟早能让他心甘情愿地留在我身边。少爷、少夫人，夫人让你们下去一趟。妈，您叫我们下来是有什么事吗？你说。是，少爷，我刚刚得到消息，今天下午宋小姐约了陈少爷见面，他们打算在老爷子的寿宴上宣布婚讯。这不是挺好的吗？他们还蛮配的。你还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吗？你爷爷他很喜欢听雪，要是他看在听雪的份上，把他所有的股份都交给裴佑辰，那咱们就完了。妈，你也太夸张了。我夸张？当初我是听耳听到你爷爷说，要是听雪是他的亲孙女儿就好了，他会把他所有的东西都交到听雪手里。这爷爷为什么会对宋听雪如此推崇？这不合理啊！原本我已经接受了沈诺当我的儿媳妇儿，可我哪知道听雪竟然扭头就和裴佑辰好上了。这现在还来得及，你赶紧去求听雪，再给你一次机会。不可能，我不相信爷爷会糊涂至此。你为什么就不相信我说的话呢？诺诺，就算阿姨求你了，如果你真的对石宇好，你就成全他吧。妈，阿姨，您担心裴爷爷会因为喜欢宋小姐，就把股份全都给裴佑辰。那如果我也能得到他老爷子的欢心呢？10天后裴爷的寿宴上，我会想办法让他改变主意的。你是不知道，听雪在他老人家心里的地位，你想让他改变主意的话，简直难如登天。试试嘛。那如果不成功呢？妈，无论如何，我都不会挽回宋听雪的，所以你只能相信诺诺。阿姨，我不会让你失望的。 10天后就是爷爷的宴会，你想好怎么做了吗？哎，我刚想问你来着，你知道裴老爷子最喜欢什么东西吗？我想送他一件合他心意的寿礼。还真有。你知道天才画家出兰吗？爷爷可喜欢他的画，可惜他的画极少流传于世，特别是那一幅《千里江山图》，至今都下落不明。出兰？千里江山图，好熟悉的名字。你怎么了？没事没事，我先去洗漱，放心，我一定会想到办法的。这个男人怎么贴那么近啊？不行，我得赶紧帮他拿下继承人之位，到时候裴夫人肯定就不会在意他娶谁了。我的任务也算完成了。这都几点了，他怎么还不下来？妈，别担心，来得及。沈诺，你准备怎么讨老爷子的欢心？我们马上就要去宴会厅了，现在总能说了吧？啊，夫人，你看，这就是我的秘密武器。就这？妈，你就别担心了，我相信诺诺。我们走吧。走吧。是啊，是啊，听雪，你来了，感谢您照顾我的生意。岳父。有辰啊，现在叫我岳父是不是早了点儿？啊，对了，你妈妈呢？
我和妈妈不是去看望大伯母吗？不知道沈诺那个贱人使什么坏，害我妈磕掉了牙齿，今天不方便露面了。放心，过了今天，我肯定会让裴时雨后悔娶了那个女人。裴爷爷来了吗？啊，来了，听雪，我们赶快去给爷爷祝寿，去吧。祝裴老爷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东海呀！爷爷啊，哎，佑辰，爷爷你来了。这位是裴爷爷，您不记得我了吗？我是宋听雪啊。听雪，你是听雪呀？可你的声音怎么变了？我前段时间声带受了伤。裴爷爷，您还记得我们以前一起下棋，您总是下不过我，老故意耍赖呢。没错，没错，你就是听雪。自从3年前呀，你去了海城，就再也没去看过我。我还以为呀，你把我这个老头子给忘了。裴爷爷，我虽然没去看望您，但我心里一直都很惦记着您啊。对了，告诉您一个好消息，我和您的孙子裴佑辰在一起了。和佑辰在一起了？你不是跟石宇有婚约吗？爷爷，您不知道，听雪本来都要跟石宇哥结婚了，可是就在婚礼上，石宇哥竟然跟一个野女人跑了。什么？这事儿我知道，同时我在现场。我也在，那场面可难看了。居然有这种事！石宇真是个混账！哎，您可千万别太生气了，我们就是怕您气坏了身子，一直没敢跟您说。是啊，裴爷爷，但我现在跟佑辰也很好，我们马上准备订婚了。裴爷爷，您会祝福我们的，对吧？那是当然。佑辰呀，虽然能力是差了一些，我原本属意的继承人是石宇，没想到他这么拎不清，竟然连你都敢辜负，所以我决定把我名下所有的股份都……爷爷，爸，原来您在这里啊！石宇，你就是为了这个野女人辜负了听雪？爷爷，您刚才话还没说完呢。既然老爷子决定把股份给我们了，也不差这一会儿，我倒要看看他们打算怎么分。爷爷，他叫沈诺，是我的妻子，不是什么野女人。宋听雪她秉性恶劣，我从未想过娶她。竟是这样，怎么说呀？混账！你这个样子，我怎么把裴氏集团交给你手上啊？爸，先不说这些了，我们是来给您祝寿的。沈诺，你给爷爷准备的寿礼呢？我才不要他的寿礼！裴爷爷，我给您准备的礼物是您最想要的东西，您真的不想看一眼吗？他的声音怎么那么像听雨？最想要的东西，好大的口气！我真是老糊涂了，听雪明明在这里。行了，我倒要看看你要送我什么样的礼物。裴爷爷，我送您的是画家出兰的《千里江山图》。啊，《千里江山图》是真的。我记得天才画家出兰就是凭借这幅画声名鹊起的，多少人想收藏而不得，可惜不知道这幅画的下落。问题是，这《千里江山图》怎么会在他手上？竟然真是《千里江山图》，你从哪儿弄来的？我的确是很想收藏这个《千里江山图》，这位姑娘有心了。爸，你喜欢就好了。只是可惜啊，她手上这幅《千里江山图》是个赝品。他怎么买看来赝品了？沈诺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裴爷爷，您还没看呢，怎么能这么说呢？因为啊，我认识出兰，当年呀，他为了祭奠他的母亲，亲手把这个《千里江山图》烧掉。后来呀，我一直求他再做一幅，他却怎么也不肯。原来是赝品啊！这下好了，裴爷爷肯定会更厌恶他。奇怪，我说起往事，为什么听雪是这种反应？
初兰明明就是听雪的笔名啊，难道他不记得了吗？你竟敢拿赝品糊弄老爷子！石宇哥，这就是你娶的媳妇儿？真是把咱们裴家的脸呐丢尽了。我相信你，爷爷。就算您认识初兰本人，那也不代表这幅画一定是赝品，或许是初兰又做了一幅您不知道的，您至少看一眼吧。裴爷爷，您看一下。这奇怪，啊！这幅画真的是初兰的手笔啊！真的呀！太厉害了！哎呀，真的画的多好！现在可以告诉我这画是怎么来的了吗？我临摹的怎么样？厉害吧？这个贱人怎么运气这么好？不过一幅画而已，我现在还是送听雪，裴爷爷肯定还是会偏向我。听雪啊，裴爷爷，您有什么吩咐吗？你来看一看这幅画，感觉怎么样？裴爷爷，只要您觉得好，那它就是好的。他似乎真的对初兰这个身份一无所知，这到底是为什么？难道说这丫头根本就不是挺学？裴爷爷，我脸上是有什么东西吗？这当中恐怕有什么蹊跷，我得找机会查一查。啊，没有。丫头啊，你这幅画是从哪儿得来的？裴爷爷，这恐怕不方便告诉你。哦，好，那都不重要了。这幅画我非常的喜欢，多谢了。不敢当，今天是您的寿辰，能得到您的满意是小辈的福气。真奇怪，我竟然在这个丫头身上看到了听雪的影子。诗雨啊，你这个媳妇儿不错，难怪你想和她结婚，我差点还以为你失心疯了呢。爷爷，算您有眼光。爷爷，您刚才不是说要给我和听雪送一份大礼的吗？是啊，裴爷爷，您放心吧，我会好好辅佐幼辰，不会让您失望的。所以，股份，我是打算把我名下的股份作为你们二人婚礼的礼物。裴老爷子居然想把股份转给陈少爷，那陈少爷岂不就是裴氏集团最大的股东了？是啊，还以为大少爷的继承人之位板上钉钉，这样一来，大少爷这2年岂不是为他人做嫁衣？爸，您都听到了吧？这2年，诗雨为集团的付出，大家都是看在眼里的呀。你怎么能……啊，换我会做的比他更好。爷爷，您放心，我一定不会辜负您的期望。诗雨，这可怎么办呢？不应该啊！这裴诗雨失去继承人之位，裴夫人肯定不会善罢甘休，那我的任务岂不是失败了？别担心，就算我失去现在的一切，我也照样可以东山再起。凭什么？听雪，裴佑辰，他哪一点能和我们家石宇相比呢？我求你，再给他一次机会吧。大伯母，您这是什么意思？沈阿姨，要我再给石宇哥哥一次机会，也可以，除非让他跪下来求我。宋小姐，你是不是误会？我们的婚约已经取消，我并没有半点后悔的意思。既然这样，那你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裴爷爷，我现在正式宣布和裴佑辰结婚，您赶紧宣布股份的归属权吧。绝不可能！我会把我名下40%的股份分成2份，其中35%留给石宇。以后他就是我们裴氏集团名副其实的继承人了。剩下的5%留给佑辰。不是爷爷，您是不是搞错了？您不是说把全部股份给我吗？我是说把我名下的股份作为你们2人结婚的礼物送给你，但是没有说是全部啊。再说了，你和你石宇哥比起来，名义上还是差很远的。可是爷爷，可是我要跟听雪结婚了。是啊，裴爷爷，
您不是说有我在，你很放心的吗？如果你真是听雪，我当然放心。可你是吗？妈，你们是在质疑我的决定吗？不敢。我立法了，就不奉陪你们了。石宇啊，你跟我出来一下。是。你先吃点东西，我一会儿来找你。哎，走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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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事闹得这样35%，沈诺，我没有在做梦吧？阿姨，你没有在做梦。现在石宇是裴氏集团最大的股东了，您可以彻底把心放到肚子里了。那太好了，诺诺，你还真是石宇的福星呢！快告诉阿姨，你想要什么？只要我能够办得到的呀，我都满足你。阿姨，我只希望你以后不要再干涉石宇的婚姻。他现在呀，地位稳固了，我肯定啊不会再讨你们嫌了。那就好，这下我的任务算是圆满完成了吧？爸，这下该怎么办？裴时雨死活都不肯娶我，裴佑成又是个废物，再不想办法拿到宋氏集团的股份，董事会也该怀疑我了。这不应该呀！裴老爷子对听雪的宠爱，绝不可能只给这么一点股份。本来裴爷爷准备把股份都给我们了，都是因为沈诺，让裴爷爷改变了主意。又是这个死丫头，难道她真的是宋听雪派过来的？不管他是什么来头，这下都不能留了。对，绝不能留！我现在就来安排。阿姨，我去个洗手间。行，去吧。那幅千里江山图是从哪儿来的？我要听实话，哪怕你是偷的抢的，我都不会怪罪你的。那幅画是沈诺临摹的。不可能，那幅画只能是出兰所作，我是绝对不会看走眼的。这幅画就是出自沈诺之手，或许您不信，但他就是这么厉害。经络您知道吗？据说这个曲子宋听雪所作，可是宋听雪她现在自己都不会弹了，沈诺就能弹出来。经络、千里江山图，那都是听雪的作品啊！难道他就是听雪？爷爷，你在说什么？这经络也就算了，这千里江山图出自出兰之手，这跟宋听雪有什么关系啊？你不知道啊，出兰就是听雪的笔名。现在怀疑啊，沈诺才是宋听雪。现在这个宋听雪是个冒牌货。爷爷，您是不是想太多了？这沈诺和宋听雪毫无相似之处，而且沈诺也有自己的亲人，他对宋家也十分陌生，怎么可能是宋听雪呢？要么可能他是失忆了，不记得自己的真实身份。至于外表嘛，那是可以通过手术改变的。当然了，这些也只是我的猜想，但是我也可以肯定，这个宋听雪他是个假的。爷爷，您和成年后的宋听雪来往颇多，在您的印象里，宋听雪是个什么样的人？他聪慧善良，才华横溢。如若不是的话，我怎么可能对他推崇至死啊？按您这么说，现在的宋听雪多半是个冒牌货。宋家是3年前来的海城，恐怕那个时候宋听雪就已经换人了。哎呀，这3年多了，听雪一直没有联系我。我之前想，他可能是因为公司很繁忙，就没有很在意。再说，他是宋氏集团唯一的继承人，他妈妈把所有的股份都留给了他。等等，难道是陈国豪为了谋夺宋氏集团，然后害死了宋听雪，再找人冒充他？我记得陈国豪是宋家的赘婿。哎呀，那如果是这个情况，听雪一定吃了不少苦头啊！哎呀，我这把老骨头啊，身体又不争气，竟然到现在才发现情况不对。爷爷，您别担心，我一定派人去查清楚情况。去，你赶紧去！哎，等等，还有那个沈诺，如果他不是听雪，你务必查出听雪的下落。我知道，
你就放心吧。啊，听雪呀，你千万要活着呀！哎，您保养的真好。妈，诺诺呢？啊，行。诗雨，你爷跟你说什么了呀？啊，你问我诺诺是吧？他怎么还没回来呀？他去哪儿了？他去洗手间了呀，不过已经有10几分钟了。我去找他。哎，臭小子，才分开这么一会儿就受不了了。你们要干什么？谁派你们来的？干什么？当然是送你上路。要怪就怪你惹了不该惹的人。上，是，过来。诺诺，你在里面吗？有人来了，先躲起来。听雪，妈妈快不行了，你一定要小心你爸爸，我怕他。冰雪啊，你还年轻，宋氏集团还是交给我来打理吧。我妈尸骨未寒，你就把私生女带回来，现在还有脸找我要宋氏集团？你做梦！爸，我求求你，我求求你放我出去！姐姐，我会顶替你的身份，继承你的一切，所以你含辛去死吧！原来我才是。诺诺，诺诺，你别怕，我这就送你去医院。妈，诺诺怎么样了？还好，只是轻微脑震荡，医生说他随时可能会苏醒的。对了，你找到是谁害了他吗？还在查，不过幕后黑手多半是宋家父女俩。这怎么可能呢？当初诺诺去破坏你们婚礼的时候，听雪都没动手，他现在为什么会下手呢？或许是因为宋家父女俩开始怀疑诺诺的身份，他们想要杀人灭口。身份？什么身份呢？我听爷爷说，现在的宋听雪是假冒的，或许沈诺才是真正的宋听雪。你在开什么玩笑呢？你爷爷啊，病糊涂了，难道你也病糊涂了？这么荒谬的事情你都信呢？我已经让张旭再查了，用不了多少时间，一切就会真相大白。哎，诺诺，你醒了？你醒了？你感觉怎么样啊？我没事。哎呀，傻孩子，都脑震荡了还说没事儿。多亏了那一撞，我才能恢复记忆，否则我什么时候才能让陈国豪和陈以宁付出代价，拿回属于我的一切？没想到兜兜转转，我还是嫁给了他。好在这场婚姻本就是作戏，是时候该结束了。裴总，阿姨已经答应过我，不再干涉你的婚姻自由。我的任务已经圆满完成了，我们离婚吧。你怎么喊他裴总？还有什么任务啊？哦，你们俩果然是在骗我啊！诺诺，你一定是脑袋撞糊涂了，所以才胡思乱想。医生说你要好好休息。我是认真的。诺诺，哎呦，他应该没事，可能就是太虚弱了。你让他休息一下吧。你就跟我说实话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妈，我们出去说吧。说吧。诺诺是我雇来的托，是我请他来大闹婚礼，和我假装恩爱情侣，最后跟我假结婚。我就知道，你这个臭小子，怎么这种事情都做得出来啊？要不是你当初以死相逼，我才不会出此下策。不过这不是重点，重点是我已经喜欢上他了，我不想跟他离婚。我早就看出来了，可是诺诺呀，对你好像没有那方面的意思，人家还要跟你离婚呢。所以需要你帮我。这我可帮不了你。你可以，到时候假装生气，然后勒令我们离婚，最后再逼迫我相亲，这样我就有理由不跟他离婚。你想让我唱白脸啊？妈，
诺诺那么聪明，那么厉害，难道你想失去这么一个儿媳妇吗？何况，她还有可能是真正的宋听雪。那你想让我怎么办？反正我是不当这个恶人啊。哎呀，你都当这么久恶人了，为了你儿子的幸福，你就再当一次吧。反正这辈子我除了诺诺，谁都不会再娶。臭小子，你又来威胁我是吧？算了，我就再帮你这一次。那这一次啊，你可得给我争气了。放心。臭小子，你竟然敢骗我！离婚！你马上跟他离婚，然后开始相亲。海城豪门千金多着呢，我都已经给你安排好了。妈，你为什么一定要强迫我？因为我是你妈，我这么多都是为了你好。明天呢是赵小姐，后天是秦小姐，大后天是顾小姐，你必须在他们3个人当中给我选一个。诺诺，你醒了。你喊我干嘛？你明明答应过我，给石宇婚姻自由的。那我反悔了不行吗？阿姨，现在石宇已经稳坐了继承人之位，您何必如此？那谁让他骗我了？总之，他要是敢不听我的话，我就死给他看！哼！哎呀，我的一世英名呢？哎，你也看到了，如果我们离婚了，我妈是不会放过我的。可是什么？我们约定的时间是1年，1年时间还没到，我们的任务就得继续。我会告诉我妈，虽然我们当初是假结婚，但是我们在相处的过程中已经爱上了对方。这怎么行啊？这怎么不行？我们当初不就是这么过来的吗？难道继续演下去，对你来说很难吗？可现在我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。更重要的事情？放心，无论你做什么事情，我都会帮你。你不想告诉我的话，那你就放手去做，我都会支持你的。可是什么？你不是一直都说你是专业的吗？这就是你的专业水平吗？好吧，我答应你。算了，先留在裴家，走一步看一步吧。那就好。我妈可能会随时进来，所以我们现在就要开始了。什么演啊？哎，你个臭小子，还真是迫不及待！你们在干什么？你们……妈，情难自禁。你不是说你们是假结婚的吗？本来是假结婚，但是现在我们已经相互爱上对方了，所以让你失望了。我们是不会离开彼此的。我不相信。你不信啊？那我只能证明给你看了。你们2个呀，真是气死我了！够了，阿姨已经走了。看来他已经信了。既然阿姨信了，那以后就不要见了。我哪样？你是说亲你吗？你可别忘了，当初在婚礼上可是你亲的我，你都把我初吻夺走了呢。那不一样，我当时心思单纯，只是想完成任务，而你好像在故意占我便宜。我怎么了？没什么。那个，我现在已经好的差不多了，我可以出院了吧？等医生评估过你的情况，如果没问题了，我们就可以出院了。对了，你还记得害你的凶手长什么样吗？不记得了。没关系，我已经派人去查了。你放心，我是绝对不会放过害你的人。裴总，你可以不用这样的，我们只是假结婚。可我们的结婚证是真的，在法律的意义上，你就是我老婆，你的事就是我的事。总裁，我查到了程国豪的确有个私生女叫程以宁，只不过3年前突然宣告她死亡了。哦，对了，这个是他3年前的照片，跟现在的冒牌货的确很像，看来他就是冒充宋听雪的人。多半是。可惜我没有查清3年前到底发生了什么。
证据都被消除干净了。不过我从少夫人那儿发现了一些端倪。说，沈家的确有个女儿叫做沈诺，据说在年幼的时候走丢了。3年前沈家突然宣布他们的女儿回来了，就是少夫人。又是3年前。是的，听说当时少夫人遭遇了火灾，还毁了容。沈家父母拿出所有积蓄治好了她，还给她做了恢复手术。毁了容，难怪她的模样变了。这么说，沈诺极有可能就是宋听雪。当年陈国豪父女想用大火烧死她，她从大火中逃脱，被沈家父母所救。恐怕是这样，只不过这些只是我们的猜测，没有证据。少夫人想夺回宋家继承人的身份，还是不太可能。总会找到机会的。你想办法去盯着陈国豪父女的动向。他们既然已经开始怀疑沈诺的身份，那么肯定不会善罢甘休。是。原来你才是真正的宋听雪，和我记忆里的宋听雪一样，聪明又可爱。这些年，如果我和你保持联系就好了，那样你爸爸或许不敢对你下这样的毒手。医生，诺诺怎么样了？沈小姐没有大碍，可以出院了。太好了，那我现在就不用了，我自己能走。你现在还很虚弱，要尽量少走路。还是我抱你吧。医生，我说的对吗？对。我们要听医生的话。你说什么？沈诺毫发无伤的出院了？是，还是裴大少亲自把他抱上车的。该死，那个贱人怎么这么好面？妮妮，又怎么了？爸，沈诺那个贱人没死啊！我现在越来越觉得他就是宋听雪，不然他怎么就像凭空跑出来跟我作对一样？我们现在得立马找机会除掉他。不，裴时雨已经盯上了我们现在已经没有动手的机会。那怎么办？放心吧，只要你验明身份，我们就能够彻底拿下宋氏集团。到时候，就算宋听雪还活着，那也是无济于事。可现在我就是没有办法去证明自己的身份，不然问题早就解决了。如果我说我能够搞到宋听雪的血，可他不是已经死了吗？这个就不知道了。当年宋听雪出生的时候，他母亲宋兰存了他的脐带血，我只是不知道他们藏在了什么地方。可3年以来，我一直都有叫人去排查，现在终于有了。那太好了，过几天股东大会，我就立刻验明身份，这样我就能立马拿到股份。我已经受够了这种提心吊胆的日子。放心吧，我现在就去安排，这一次一定是万无一失。快放我下来！不行，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我有多在乎你。你饿不饿？想不想喝水？没事，我睡会儿就好。你先去忙吧。好。这男人是演戏演上瘾了不成？我得看看宋氏集团现在是什么情况。他们还没有拿到我的基因信息，陈以宁现在还没有拿到我的股份，集团还有妈妈手下留下的班底撑着，还能勉强维持运转，这就意味着我还有时间。但是为了以防万一，我得提前做一些准备。总裁，您不是让我关注陈国豪父女俩的动向吗？我刚得到了消息，他们要去参加3天后的宋氏集团股东大会。我记得他们来海城这3年，极少回南城，更别提回宋氏集团了。他们到底想干什么？暂时还查不出来。你去准备一下，过几天我亲自去一趟。是。
总裁，我们查到的这些消息，要不要也告诉少夫人？不用了，他失忆了。如果现在贸然告诉他，他未必会接受。等我帮他夺回宋氏集团，再告诉他也不迟。你说的是。诺诺，我特意让厨房炖的补汤，你喝一下，看看味道怎么样。好喝。那就好，你太瘦了，你得多吃点。我给你夹菜。诗雨，吃你自己的。妈，对我来说，诺诺吃得好，比我自己吃饭更开心。诺诺，你还想吃什么？我给你夹。够了，这个男人的演技也太过火了吧！妈，赶紧扮恶人，这样我才有机会和诺诺亲密相处啊！臭小子，你没完没了呀！妈，你就当为了你儿子的终身幸福。你对人家上心，我也没看到人家关心你一句。我看呀，什么互相喜欢呀，那就是来骗我的吧。诺诺那是因为受伤了才没顾上关心我，平时诺诺恨不得都亲自喂我吃呢，对吧？啊，哎呀，他夹的是鸡屁股啊！诗雨，你不是最讨厌吃鸡屁股了吗？是吗？我没注意。我现在就爱吃鸡屁股，诺诺就知道我爱吃鸡屁股，才夹给我的，对吧，诺诺？这小子怎么能不值钱成这样啊？你们慢慢吃吧，我吃饱了。对不起啊，我刚才不是故意的。没事，只要是你喂的，毒药我都吃。为什么我心跳的这么快？史诺，你冷静点，他只是在演戏。何况你背负那样的仇恨，你现在根本没资格谈情说爱。你怎么了？没什么，我爸做手术之后，我就没回去看过他了。我想回去陪他们2天，可以吗？当然可以，可惜我这2天要出差，不然我就能陪你一起去了。但也没必要。我吃饱了，我先走了。刘叔看着呢，所以早点回来，否则我会想你的。你会想我吗？会。自从坠入爱河以后，少爷就越来越鲜活了，真好啊！总裁，我刚得到消息，陈国豪父女已经到达了宋氏集团，咱们现在直接过去吗？去，不管他们要做什么，只要有我在，他们就不得不收敛。是。3年了，我终于回来了。喂，钟叔。喂，大小姐，陈国豪带着那个冒牌货来了，他们打算当众验证基因信息。看来呀，他们是有备而来。放心，他们不会得逞的。那是沈诺。我挺好奇，钟叔，你为什么一下就信了我？您不怕我才是那个冒牌货？大小姐，我是你妈妈一手培养起来的，可是看着你长大的，我一听你的声音就知道，你才是真正的大小姐。还真是。可是他为什么要骗我？难道少夫人已经恢复记忆了？恐怕是这样。其实啊，我早就怀疑那个冒牌货了。钟叔，您不必自责，我现在马上就到了。等会儿我还需要你的帮助。放心，我一定配合你。总裁，那我们还上去吗？不必了。既然他已经想起了一切，那就让他亲自手刃仇人。什么时候他需要帮助，我们再出现。我好，
你说大小姐今天来是为了当众验证基因信息，继承属于她的股份，可是都3年了，为什么现在才来呀？是啊，大小姐，我们都等了你3年了。诸位，稍安勿躁啊！听雪作为宋氏集团未来的掌权人，他总不能什么都不懂啊。所以这3年以来，还一直在海城努力的学习。现在，是时候回来了。没错，放心，我会带领大家让宋氏集团更上一层楼。很好，大小姐，请吧。上面有着3张白色试纸，把你的血滴在其中1张上面，只要验证通过了，保险箱就会自动打开。如果3次验证都不成功，保险箱就会自动销毁。我知道了，放心，这个保险箱马上就会打开。失败了，验证失败了，怎么会验证失败呢？你根本就不是大小姐，说，你到底是谁？这不可能，这明明就是宋天雪的血。这什么情况？就是啊，这是什么情况啊？是不是这个破玩意儿是失效的？哼，这个保险箱是宋董斥巨资打造，不可能失效。难怪我总觉得现在这个大小姐很陌生，原来啊，你就是个冒牌货。说，你把真正的大小姐藏哪儿了？庄大海，你血口喷人！哦，知道了，一定是你对这个保险箱动了手脚，所以听雪的身份验证才会失败。卑鄙小人，你就是害怕听雪回来之后抢走你的权利。你胡说八道！这是怎么回事啊？那这人是谁啊？我天哪，太复杂了。陈国豪，你倒真是会倒打一耙。钟叔对我和我妈妈忠心耿耿，只有你是养不熟的白眼狼。你谁啊？这有你说话的份儿吗？来人，把他给我轰出去！这话应该是我问你才对吧？这里是宋氏集团，你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儿？陈宇良，陈宇良，你听过这个？陈宇良是哪位啊？和陈国豪一样姓陈？哦，我知道了，她是陈国豪的私生女。3年，是你在冒充大小姐，你简直是胡说八道！我就只有宋听雪这么一个女儿，你们想想，我作为一个父亲，我怎么可能连自己的亲生女儿都分辨不清？没错，我才是真正的宋听雪，你不是宋听雪，所以整整3年你都不敢验证身份，直到你们误以为拿到了我的脐带血，可惜我早有准备，我提前找人把脐带血换掉。各位，我才是宋听雪。3年前，我被亲生父亲恶意纵火，试图烧死我，还让陈以宁冒充我，幸好我活着回来了。大小姐，我终于等到你了。我见过大小姐，你和她长得一点都不像。3年前那场火，使我毁了容，之后我做了手术，所以模样跟之前不一样。那场火还让我脑袋受了伤，让我失去了记忆，直到前几天才得以恢复。否则，我不会让他们逍遥法外这么久。可是，这只是你的一面之词，仅仅这样，就想让我们相信你是真正的宋听雪？这不可能的。是啊，这件事实在太荒谬了。那还不简单？保险箱就在这儿，谁能打开保险箱，谁就是真正的大小姐。基因是不会骗人的。没错，我今天来就是为了打开保险箱，拿回属于我的股份。住手！要干什么？现在这台机器只有2次验证机会，如果你是冒牌货，那岂不是白白浪费1次？还有你们，作为公司的董事，任凭一个外人在这胡闹吗？什么？还有2次机会，刚刚错了1次也无妨，更何况还不一定是错的。各位说呢？我咋这件事情的？住手！
我得不到的，谁也别想得到。妈，这个保险箱是你特意给我设计的，可惜我没有保住它。竟然毁了保险箱！你们果然是冒牌货！哎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大不了还像从前那样，有第三方监管，继续行使股东的权利，反正不影响集团正常运转。我们没有掌权人，我们宋氏集团还怎么发展壮大？我们怎么跟其他企业竞争啊？啊！这就简单了。听雪的现在就在这，只要你们承认他的身份，这一切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。再说了啊，我这个当父亲说的话，难道不比这个破机器更可靠吗？是啊，这个机器连我的血都验不出来，说明它就是个坏人。我现在毁了它，有问题吗？你们以为这样我就拿不到我的股份了吗？我妈临死之前就看出了你的狼子野心，所以给我设置了双重保障，还多次提醒我小心你。可惜我还是低估了你的恶毒。各位，根据这份文件，我将继承宋氏集团50%的股份。从现在开始，我便是宋氏集团的继承人。我钟大海誓死效忠大小姐。各位，你们呢？听雪，你真的是我的女儿听雪？哎呀，这事到如今，我也不必隐瞒了。各位，3年前就是因为我没同意让听雪和一个渣男在一起，她一气之下就抛弃了一切，跟着那个渣男私奔了。听雪，听雪，你这么做，你对得起你死去的母亲吗？啊，你对得起她这么多年对你的苦心栽培吗？你说这些话，你不会心虚吗？如果不是因为你不辞而别，我又怎么可能让你的妹妹来代替你的啊？再说了，当年我要不这么做，宋氏集团的股票就会一落千丈啊！没错，我就是为了给他收拾烂摊子，所以才冒充他的。陈国豪，你少往大小姐身上泼脏水！明明是你放火要烧死大小姐。够了！随便你怎么说，我想提醒各位，宋听雪这个丫头实在是太过任性，从公司未来的发展来看，她绝不是最佳人选。我希望你们考虑清楚。这人是怎么办呀？现在搞成这样，陈国豪，都到这个时候了，你还不死心吗？听雪，我知道你恨我，可是我这么做也是为了不让你妈的心血被糟蹋呀。你咱们理解我，对吧？啊？难道你们要相信陈国豪的鬼话？大小姐怎么会跟男人私奔呢？老周，不是我们不相信大小姐呀，也是掌权人这一职，涉及到集团的未来，我们不得不从长计议呀。是啊，大小姐被人冒充了3年，这么荒谬的事情都发生了，由不得我们不慎重啊。确实要考虑清楚。从长计议，我看没什么必要了吧。我裴时雨以裴氏集团董事长以及执行总裁的身份支持听雪。如果他将来是宋氏集团的继承人，那我们裴氏集团将会和宋氏集团进行一系列的战略合作。裴总，您说的是真的吗？是真的吗？当然，我裴时雨的为人，相信在座的各位都信得过吧？信，我当然信。说起来呀，你还是我们家大小姐的未婚夫呢。哎呀，这个就那你的消息就有点滞后了。我现在是你们大小姐的陪侍。这也太好了，我们都支持大小姐，支持大小姐。谢谢各位，放心，我不会让大家失望的。至于你们，听雪啊，既然大伙儿都相信你，你就好好干啊！我和你妹妹这些年帮你打理公司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这件事情这么算了啊，我们就告辞。告辞。陈国豪，你和陈以宁恶意纵火想烧死我的事，不会就以为这么算了吧？哎呀，听雪啊，这肯定是误会。你想想，我是你的亲生父亲，
我怎么能够害你呢？你说出这些话，你不觉得心虚吗？来人，把他们送到营区。我干什么？无凭无据，凭什么说是我们干的？放开我！谁说没有证据？上次我爷爷生日，听雪在卫生间遭到一伙人袭击，我已经拿到了他们的口供，他们亲口承认是你们父女俩所指使。没错，护兄伤人，也够你们在牢里坐上几天。带走！你不能这样对我，听雪啊，我是你的亲生父亲，你不能这样对我。带走！恭喜大小姐！钟叔，应该是我谢谢你才对。哎，我什么都没做，你能够顺利拿到股份呐，多亏了裴总。裴总，你们俩既然已经结婚了，什么时候办婚礼呀？啊，刚好啊，给我们大小姐冲冲喜呀，对吧，各位？是啊，是啊，是啊。你这个主意不错，我看这个不急，我们到办公室说吧。是，哎，是啊。裴总，你是什么时候猜到我就是宋听雪的？爷爷的生日会，当时他告诉我，现在宋听雪可能是假冒的，而你极有可能是真正的宋听雪。原来如此，我跟爷爷相熟，他知道我的笔名是初兰，我也是那一撞突然想起来的。裴总，你对不起，自从我知道你的真实身份之后，我每天都在自责。要是当初跟你一直保持联系就好了，这样你爸爸可能就不会对你下手。这跟你没关系。怎么没有关系？你可是我未婚妻。不过说来也巧，兜兜转转，你还是嫁给我了。我刚要跟你说这件事呢，裴总，以我现在的情况，恐怕我们不能再假扮恩爱夫妻了。我想，我们的合作还是就此结束吧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我的意思是，我们现在去离婚，你不用担心阿姨给你找什么相亲对象，她不是那种不讲道理的人，你好好跟她说，她一定会尊重理解你的。不行，我不同意。我们本来就有婚约，现在都已经结婚了，我们还离什么离？当初跟你结婚的是沈诺，而且我们本来就是假结婚，就算现在不离，1年之后也会离的。说来说去，他就是要离婚，难道他对我就没有一点点心动和不舍吗？可是宋氏集团董事会都已经认可我们的关系了，如果我们离婚，你怎么跟他们交代？我会靠能力得到他们的认可。那也需要时间，在你彻底掌控宋氏集团之前，我们就维持现在的关系，可以吗？可这对你有什么好处啊？你现在可是宋听雪，能有你这么一个儿媳妇，我妈得高兴死。这样难道不够吗？原来他执意不肯离婚，也只是为了给裴阿姨一个交代。好吧，那我们既然各取所需，那就继续维持现状吧。我暂时还回不了海城，如果你有什么需要，随时联系我，我会尽量配合。那就这么说定了。不过，你可不可以不要再叫我裴总了，你就叫我名字吧。嗯，叫一声甜甜。诗雨，大小姐，你要的资料我都给你找到了。我这2天还有事，先回到海城，到时候我再过来看你。那你有事记得给我打电话。裴总，慢走啊！大小姐，你和裴总的感情是真的好啊！看来他刚才是亲给钟叔看的。谢谢钟叔。不谢不谢。这些文件我一定会好好看的。怎么还不回来呀？爸，您别担心呢，他马上就回来。哎，诗雨啊，你终于回来了！我看新闻上说，听雪已经拿回了属于他自己50%的股份，他还即将担任宋氏集团的董事长和执行总裁。那这个听雪是
是沈诺是吧？既然你这次亲自去了南城，肯定不会让你个冒牌货得逞。当然是诺诺了，陈国豪父女已经被送到牢里了。太好了，听雪呀，总算是苦尽甘来了，拿回了属于自己的一切。要是这么说的话呀，兜兜转转的，听雪还是我的儿媳妇儿。哎呦，这可真是缘分呐！妈，你可别高兴得太早了。诺诺自从做回宋听雪，第一时间就跟我提离婚了。虽然我已经打消了他的念头，但这只是暂时的。说吧，还要我帮你做什么？妈，这次是需要爷爷帮忙。需要我？我帮你劝劝听雪吗？你想都别想，要是听雪她不喜欢你，坚持要跟你离婚，我肯定支持听雪。爷爷，这次是要你帮我坐镇公司，我呀，接下来就要常驻南城了。目前宋氏集团最大的问题就是固步自封，跟不上市场发展，所以改革势在必行。我支持。钟大海，你无脑支持个什么劲儿？难道我们不知道集团需要改革吗？只是现在技术落后别人一大截，现在加大投入也追不上别人了。就是，没错，贸然改革，反而可能连现在的市场都丢了。可是不改革只能等死，改革还有一线生机。至于技术壁垒，我相信只要给我时间，我一定能攻破。有道理。是，问题是我们没时间呢。如果裴氏集团可以给宋氏开放技术共享呢？你怎么来了？当然是因为想你了。裴总，您真的愿意提供你们裴氏集团的先进技术吗？没错，这本来就是战略合作的一部分。我们去你办公室详谈。走吧，散会。好，这样也不错呀。是啊，石宇，你这么做对裴氏集团没有任何好处，我不会同意跟你签战略合作协议的。我这么做是因为我认可你的能力，看好宋氏集团的未来。你可以理解为这是一种投资。万一投资失败了呢？不可能，我相信你。你可是我最厉害的听雪妹妹。听雪妹妹，小时候她好像都是这么喊我的。听雪妹妹，你怎么这么厉害啊？长大以后嫁给我好不好？不好，我才不要嫁给你。我不会放弃的。听雪妹妹，这束花送给你，长大以后嫁给我好不好？不好，我才不要嫁给你啊！听雪妹妹，这个玩具送给你。听雪妹妹，你吃蛋糕吗？听雪妹妹，这些书送给你。不好。听雪妹妹，宋阿姨说你喜欢漂亮的东西，这几块鹅卵石是我找的最漂亮的东西，送给你。我可以收下，但是我不能因此嫁给你。没关系，你收下我就很开心了。我送给你礼物，只是为了想让你开心，而不是当做谈判的筹码。好吧。如果长大你变成了一个很厉害的人，我就愿意嫁给你。太好了，听雪妹妹，你放心，我一定变得非常非常厉害。看来你也想起了小时候的事。我记得小时候你说过，如果我变成一个很厉害的人，你就会嫁给我。我一直都在为此而努力。真的？当然。所以我一直都不敢联系你。我希望再次见到你的时候，我能够达到你的要求。所以我现在变成那个非常厉害的人了吗？当然，裴氏集团在你手里都快成为全球第一了，没有人比你更厉害。既然我达到你的要求，那你可以履行承诺吗？我们可以永远不离婚，永远在一起吗？他为什么要说这种话？是因为这些年没有联系我，所以觉得对我有所亏欠？
一定是这样的。我觉得你没必要因为觉得对我亏欠，所以勉强自己去应一下之前的婚约，那都是小时候的儿戏，我不会在意。亏欠？不是。请进。邵夫人，总裁，您让你的战略合作协议我已经拟好了。你来的可真是时候啊！哎呦，这份协议还有2个条款我没有写清楚，我再回去改改。啊，不用了，先给我看看吧。是。我没有任何意见。放心，这次投资绝对不会让你吃亏。他还没准备好接受我，不过没关系，小时候我死缠烂打让他同意，现在也可以。我相信你。你应该快离开海城了吧？裴氏集团在海城好像也没有什么业务，如果之后没什么事，没必要特意跑过来。啊，我忘了告诉你，我最近在南城发现一些非常有潜力的新兴产业，我打算亲自在这边考察一段时间，所以接下来我们会经常见面。可是我接下来会很忙，恐怕没有时间跟你见面。你说的新兴产业是什么？或许我可以帮你问问。什么新兴产业？都是总裁为了接近邵夫人的借口。没想到邵夫人这么不解风情，这下总裁有的苦都吃了。不用了，我自己可以搞定。你先忙吧，我先走了。好。总裁，邵夫人现在一心只有工作，你打算怎么办？小时候她不也是这样？不是忙于练琴，就是沉迷于看书，最后还是答应和我结婚。啊！哎，总裁！大小姐，这束花是裴总让人给送过来的。裴总说您已经辛苦了，工作好久了，这束花送给您，希望您在工作之余可以获得片刻的放松。好甜蜜呀！那我们继续吧，今天的会就开到这里。好，散会。好，走吧，走吧。这个咱们再对一下，走吧。大小姐，这是裴总送来的夜光石手链，他说这个手链的颜色非常漂亮，你一定会喜欢的。好漂亮，好啊！这个男人还真是够意思，说是各取所需，可是现阶段都是他单方面的帮助我，也多亏了他，我的工作进展才这么顺利。哎呀，这又是裴总送的吧？大小姐，这就是裴总命人送来的。裴总说这是传说中的焦尾琴，他无意中得到，为了避免他蒙尘，就干脆送给您。焦尾琴啊，是那个传说中的4大名琴之一啊！看来裴总对您是真爱呀。他都说了，是无意中得到的。这把琴啊，就在前2天在拍卖会现场出现，以2亿的价格被一个神秘买家买走了，无意中得到。您信吗？这么贵？他之前送我花送月光石也就罢了，这送我一把2亿的琴，他到底是怎么想的？大小姐，你们俩是夫妻呀，他送您再贵的礼物都是应该的。钟叔，我跟你说实话吧，其实我和裴诗雨是协议结婚，他娶我只是为了应付他妈妈的催婚，他其实并不喜欢我，最多1年我们就会离婚。什么？不过您别担心，这1年足够我站稳了，到时候没有裴氏集团的帮助，我也会让宋氏集团称霸南城。大小姐，我不担心公司，我担心你呀。担心我干什么？哎呦，裴总的心思都众人皆知了，你非要觉得他不喜欢你，人家明明喜欢你，喜欢的不得了了。哎呀，这怎么可能？他从来没有。早点回来，否则我会想你的。你会想我吗？会。既然我达到你的要求，那你可以履行承诺吗？
我们可以永远不离婚，永远在一起吗？难道他真的？大小姐，看来你心中有数了呀。裴总这么好的男人，你怎么能轻易放过呢？钟叔，我知道了。我需要思考一下。哦，好，慢慢想。那我先走了。你确定把焦伟琴送到了？当然，我亲自送到少夫人办公室的。那这个时间他应该看到了，他会有什么反应呢？不然我还是亲自去问问他吧。哎，总裁，您送了这么名贵的一把琴，少夫人如果被您打动了，肯定会主动打电话联系您的。裴总，我们大小姐让您在这个地方等她，她稍后就来。是他的自己，告诉他我会准时赴约。哎，总裁，看来大小姐终于被您打动了，这就叫皇天不负有心人。走，我们去这里。啊！宋天雪这个贱人，依靠你的扶持，迅速在董事会站稳脚跟。我当初就是因为这一点，才拼死嫁给你。没想到你从来不曾正眼看过我。程小姐，办妥了。我看到了，你走吧。记住，今天的事不许告诉任何人。是。幸好爸爸顶替了所有的罪名，让我得以脱罪。宋天雪，你别得意，我一定会让你现在拥有的一切都化为乌有。好，大小姐。钟叔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我刚刚收到消息，程以宁无罪释放了。程国豪坚称是他自己一个人所为，程以宁毫不知情。真没想到，他对程以宁还真是满腔的慈父之心。大小姐，你准备怎么办？先找人盯着他。以我对程以宁的了解，他绝不会善罢甘休。好，我现在去。大小姐，张旭哥说裴总已经收到了纸条，请您务必不要放裴总鸽子。大小姐，您什么时候派人给裴总送过纸条？我从来没有给他送过纸条啊。钟叔，是你做的？当然没有啊，大小姐，您的事儿我怎么能自作主张呢？那是谁？难道是程以宁？他为了冒充我，把我的字迹模仿的惟妙惟肖，一定是他。难道他要害裴总？我给石宇打个电话。天雪特意请我吃饭，我绝对不能让任何人来打扰。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他竟然关机了！小鱼，去问问张旭，他们现在在哪儿？是。裴总，这是杀鸡汁，是宋小姐特意为您准备的。多谢。天雪竟然知道我爱喝杀鸡汁，她一定是准备接受我的告白了。天雪，怎么是你？为什么不能是我？石宇哥，除了我，有谁知道你爱喝杀鸡汁？宋天雪那个贱人，你做梦吧！他心里根本就没有你。闭嘴！我偏不！这3年我对你是不够好吗？你为什么就是不肯娶我？我到底哪里不如那个贱人？原来那个纸条是你写的，既然能模仿得过自己，也不奇怪。你就算模仿得了自己，也永远模仿不了他的灵魂。不管怎样，你现在不还是落在了我的手里？你敢给我下药！夫人，我把总裁送到这里之后，他就让我回去了。真是没想到，总裁判刑就判晕了，判了个约会，居然是一场阴谋。他不会有事的。哎，夫人，夫人，没错，药就下在这杯杀鸡汁里。明天早上，媒体就会拍到我们，宋天雪会亲眼看到我们俩在一起。到时候，我是不会让你得逞的。石宇哥，没有我帮你，今晚你是绝对熬不住的。所以别挣扎了，也许过了今晚，你就能体会到我的好处。放开他！放开他！不可能！你怎么？石宇，你怎么样？天雪，你来了。你还能坚持得住吗？当然，
贱人，你敢打我！当初陈国豪把你带回宋家的第一天，我就想打你了，可惜当时我妈刚走，没有心情。听着，这一次我会让你和陈国豪永世不得翻身。我只是假借你的名义，把裴诗雨约到了这里，难不成你还能给我定罪？至于我爸，最多坐2年牢就出来了，是吗？可我已经查到，我妈的死就是你和陈国豪的阴谋，你负责买药，陈国豪负责下药，我妈才会缠绵病榻，最后枉死。证据我已经找得差不多了。不可能！当初我记得我爸和我把所有的证据都销毁干净了，你绝对找不到。原来真的是你们害死了我妈，我本来只是怀疑，没想到他刚才说的话我已经录下来了，把这个证据还有他交给警局。是，少夫人，那总裁放心，这里有我。走。诗雨，我带你去医院。天雪，我是不了了。可是，交尾钱你收到了吧？我的心，你应该知道，你愿意吗？这不是我愿不愿意的事，我是怕这个药对身体有别的伤害，还是去医院比较稳妥。来不及了，如果你不愿意的话，你就走吧。你走，你走。How can I be sure that you won't walk away? Why do love deception? Let me live this way. Well, how can I be sure? 你要去哪儿？你醒了？你刚刚是不是偷亲我了？绝对没有，刚才是你的错觉。你知道吗？其实，你来裴家的第一天晚上，我几乎一晚没有睡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在我身边。那个时候你就……可是你不是跟我说，你对我绝对没有那种想法吗？还说让我不要自作多情。你傻啊？那还不是因为你说对我没有非分之想，我要面子，才故意那么说的。不管你是诺诺还是听雪，我都欠你一个真实的表白。总之，你愿不愿意跟我在一起？永远。诗雨，你怎么还迟疑了？昨晚我们都……昨晚的事你不用放在心上，是我自愿帮你的，你不需要负责。所以，你不打算和我在一起？你这次来海城，是不是为了我？你说呢？你是裴氏集团的掌权人，暂时离开没什么，但长时间不去公司肯定是不行的。就像我也有我的责任。可是，所以你还是回海城吧。
我一会儿还有会要开，我先走了。这个没有良心的女人！张迅，你帮我去办一件事。大小姐，大小姐，什么事啊？我让你送什么？刚刚有对夫妻找您，他们自称姓沈，说是您的养父母。真的？快请他们进来。爸妈，真是对不起，我这段时间实在是太忙了，都没有时间去看你们。爸，你的手术恢复的怎么样了？好，恢复的好着呢。医生说我还能再活20年呢。我们在新闻上都已经看到了，原来你是宋家的千金，这声爸妈，我们可真是担不起啊。是啊，妈，您说什么呢？是您和爸给了我2次生命，我的亲生母亲已经离世了，我亲生父亲又是那么一个畜生，你们愿意给我当爸妈，我高兴都来不及。好孩子，只要你不嫌弃我们2个老家伙，我们永远都是你的爸妈。不嫌弃，以后有你们陪着我，我很高兴。既然呢，你还认我们2个当爸妈，那我可就要骂你了啊！没错，你这个孩子呀，咱们做人呐，要讲良心啊。我干什么了？这石宇是个好孩子，你既然选择跟人家在一起了，又怎么能因为身份的变换对人家始乱终弃呢？石宇，好孩子。当时啊，你正在忙工作，是石宇啊亲自把我接出院，还天天带着营养品上门慰问我们。一开始我还以为他跟那个张旭小哥一样是你的同事，这后来发觉不对劲儿，追问之下他才坦白，原来呀，你们谈恋爱已经有一段时间了，那还是你拜托他多多照顾我们呢。那小子长得又好看啊，又贵气，而且啊，连一点贵公子的小毛病都没有，还亲自帮我换药呢。原来在我不知道的地方，裴石宇为我做了这么多。是啊，结果呢，你现在成了宋家大小姐了啊，就把人家给抛弃了。诺诺，咱们做人可不能忘本啊！谁说我抛弃他了？今天早上，石宇亲自给我打电话，哭着说不要他了，还说以后不能再给我们2老尽孝了。你说说你呀，他还不让我们怪你呢。诺诺，既然你还愿意认我们这2个老东西，那又怎么能这样对待石宇呢？裴石宇，你这个绿茶！爸妈，事情不是你们想的那样。可是你们是相信我，还是相信他？那我们当然是相信你了。那就好。既然你们2老已经来到南城，那就在这好好玩2天吧。小鱼，叔叔阿姨，我带你们去酒店休息。那我们就不打扰你了啊。行吧。我跟你说啊，你要是跟石宇没什么本质性的矛盾啊，可千万别跟他使性子啊。放心吧，爸妈。行，走吧，走吧。喂，裴爷爷，我给你打电话，是想请您帮个忙。怎么还不出来？也不知道在里面聊得怎么样呢。总裁，您确定这招有用吗？我不确定，不过沈家父母至少救了听雪，他应该不至于不听沈家父母的话了吧？我懂，原来您是没招啊。总裁，这要我说，您要不还是放弃吧？你闭嘴！你懂个屁啊！我可以感觉到，听雪一定很喜欢我。爷爷，
公司是出什么事了吗？不是，是清雪给我打了电话，说你在南城给她造成了很大的困扰了。你小子现在立马给我滚回来，以后不许再去骚扰她。他真的这么说了？我还能骗你不成？不过就算他不给我打电话，我也要给你打电话。我这一把老骨头还能撑多久？你还不回来，公司是不想要了吗？好，我知道了。总裁，我觉得老爷子说的挺对的。你要是再不回去，这陈少爷恐怕又要蠢蠢欲动了。原来我的存在会对他造成这么大的困扰。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，难道我还能继续死缠烂打吗？去机场。是。大小姐，我听说裴总回海城了。你们昨晚不好好的吗？这怎么回事啊？可能是因为我拒绝了他。为什么呀？难道你不喜欢他？不，我喜欢他，但我不得不这样做，因为我需要知道他会不会对宋氏下手来逼我就范或者泄愤。这不至于吧？钟叔，你知道吗？我妈就是被陈国豪和陈以宁父女俩害死的。什么？我要安排律师，争取判他们死刑。其实，我妈在临死之前就大概猜到了，还多次提醒我，让我注意陈国豪。但是我总觉得他是我爸，总不至于。你也知道了，大小姐，所以这次我必须更加谨慎。如果裴时雨因为这件事撤销对宋氏集团的所有技术支持，我们才刚起步，一切都还来得及。万一我们现在恩恩爱爱，过2年他变心了，那我们宋氏将万劫不复。我知道了，你想借这个机会来试探一下裴总。没错，我知道这对裴时雨非常不公平，但是这牵扯到公司，我不得不这样做。宋氏集团是我妈的心血。大小姐，其实对宋董来说，您的幸福才是最重要的。所以我更不能让我妈失望。时雨，希望你也不要让我失望。这做的什么垃圾？滚回去重做！是。总裁，什么事？技术部的人让我问你，上个月派去宋氏集团的技术顾问，要不要让他们回来？要我说，还是让他们回来吧。少芬，哦不，宋听雪，她这么不识好歹，您何必做好人啊？把人叫回来，看他们怎么办。闭嘴！我是这么小气的人吗？既然我说过这是一笔投资，就不会因为私人感情而反悔。告诉技术部的人，再多派几个人过去。务必帮宋氏集团把系统搭建起来。总裁，您这又是何必呢？您这半个月为了他茶不思饭不想的，喜欢他是我的事，他没有义务来回应我。滚！滚了。你是说裴氏集团过来的那几位技术顾问要走？是啊，我把待遇给到顶尖了，他就是留不住人呢。他们坚持要走，那多半是裴氏集团的意思。那就是裴时雨的意思。大小姐，没关系，我早有心理准备。大小姐，那几名技术顾问说，刚刚接到裴氏的通知，合作继续，并且过2天，裴氏集团还会再派几名技术大拿过来。太好了，钟叔，公司暂时交给你，我去海城一趟。好。你到底有什么事情啊？不会又是来炫耀你这些破戒指的吧？我看你就是嫉妒。我们家有成受到了蓝山集团的青睐，马上呀就要和蓝山集团的千金结婚了。我这些呀都是我未来儿媳妇给我的。不会又是假的吧？我都鉴定过了，你呀少在这说酸话。听说你那个乡下儿媳妇好久都没回来啦，怎么跑啦？关你屁事儿！切！我都知道了，这新闻里边啊都报道了，你那个乡下儿媳妇儿啊，才是真正的宋家千金。人家呀看不上时雨，那恢复身份以后呢，就和你们呀划清界限了。
那又怎么样呢？裴氏集团的掌权人是我儿子。要不是上次的生日宴，老爷子凭借那一副千里江山图，一眼认出你那个乡下媳妇儿才是真正的宋听雪。你以为他会把所有的股份都给你儿子？现在儿媳妇跑了，你说老爷子会不会改主意？谁说我跑了？二婶，这段时间我只是忙于打理宋氏集团，才没能回来，你就造谣我跑了。看来上次摔的还是不够惨。哦，对了，忘了告诉你，蓝山集团是空壳公司。二婶，你怎么老是犯同样的错误？也不想想你儿子什么资质，大家千金怎么能看得上他呀？嫉妒，你们都是嫉妒，我懒得跟你们说。阿姨，婆婆，对不起，我来迟了。没关系，只要你还肯认我这个婆婆，那就比什么都好了。哎，六叔，在，赶紧去跟少爷说一下，他老婆回来了。是。来，快坐。妈，您这只镯子水头不错，我妈妈也有一只，留给我了。我这只啊，就是你妈给送的。别忘了，我和她也是多年的好朋友，要不然我当时也不会带着石宇去南城做客了呀。你能多跟我说说我妈的事吗？哎，那当然了。听雪，石宇，对不起，我当初因为一点私心，故意拒绝了你。我不在乎，我只想知道，你喜欢我吗？当然，一开始我还是沈诺的时候，就不敢让这份喜欢继续发酵。后来，我做回了宋听雪，却有太多的顾虑，让我没办法正视这份喜欢。谢谢你，是你的坚持，让我也想勇敢一次。可你不是还跟爷爷说，我在南城对你造成了很大的困扰？本来就是啊，我在努力打拼事业的时候，满脑子想的都是你，这不是巨大的困扰吗？